乌军突袭克里米亚，2架俄军机、1艘军舰被炸毁。乌军收复新经济镇，顿涅茨克前线再传捷报。乌军全线反击，多地夺回战略要地，俄军压力骤增。罗斯托夫燃烧，俄军导弹诱炸自己人。俄财政告急，军神吉尔金怒批军队。匈牙利惹怒欧盟，德国出手冻结430亿资金，欧尔班面临危机。惊险一幕，冯德莱恩专机被 GPS 干扰，靠纸质地图手动降落。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连续袭击，正不断传来新的战况。战斗中，乌军还击毁了俄军的2架军机和1艘军舰。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当地时间9月1日夜间，乌克兰特种部队首先对克里米亚辛菲罗波尔空军基地发动突袭。夜视仪画面显示，机场多处设施遭到猛烈轰炸，接连出现爆炸点，火光冲天，其中至少有2架俄军米8直升机被彻底摧毁。几乎在同一时间，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军港也传来剧烈爆炸声，乌军成功击沉了1艘俄军 Buk 2190型导弹艇。当地居民称，爆炸声震彻黑海上空。这并非乌军近期唯一一次行动，早在8月29日至30日夜间，他们就袭击了克里米亚的萨基机场，重创俄军的 S-300 防空系统。此次空袭摧毁了雷达设备，并严重损坏了发射装置，使其基本失去作战能力。事实上，进入下半年以来，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打击频率与力度显著提升，辛菲罗波尔和塞瓦斯托波尔屡次成为攻击目标。更早些时候，还有消息称乌军使用火烈鸟导弹击中了俄联邦安全局的一栋大楼。可以说，乌军对这片俄军占领区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攻势。与此同时，前线战场也在不断升温。乌克兰第414旅近日突袭俄军的后勤补给线，炸毁公路并造成多个巨坑，现场火光与浓烟笼罩，俄军卡车与发电设备在袭击中损毁殆尽，对后勤系统的打击已成为乌军的重点战术之一。在国际层面，挪威宣布将采购至少5艘英国26型护卫舰，这是该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军购行动。此举也从侧面显示出俄乌战争的持续激烈，欧洲国家正在加紧提升防御能力。另外，乌克兰方面还将训练中心的人员宿舍转移至地下，以应对俄军的突袭。今年以来，乌军训练设施已数度遭到攻击，造成一定损失，因而不得不采取更加隐秘和防护性更强的措施。继续关注俄乌前线的最新消息，乌克兰军队再次在东部战场取得突破。据 RBC 新闻援引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报告，乌军第425团近日收复了顿涅茨克的新经济镇新埃科诺比奇涅，并在镇上升起国旗。此次战果是在第425团与特种部队的联合反击下取得的。在火炮和 FPV 无人机的支援下，乌军对俄军阵地展开猛烈攻势，经过2天断续激战，乌军最终重新掌握了该地。前线传回的画面显示，乌克兰士兵已在俄军弃守的战壕中打卡拍照，国旗高高飘扬在新经济镇上空。地理上看，新经济镇位于红军村方向，正好坐落在 T0504 公路主干线上。这条公路连接红军村、米尔诺赫拉德和康斯坦丁诺夫卡，是该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乌军重新拿下此地，不仅稳固了防线，也为后续在红军村沿线的反击创造了更大空间。同时，乌克兰国防情报局 GUR 与马利波抵抗组织于8月30日在扎波罗热州金西基罗斯多里村庄展开联合作战，
并成功摧毁俄军一处指挥所。在红军村方向，乌军利用美制 M142 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 FPV 无人机打击俄军突击纵队。War Unit Observers 消息称，俄军正于多布罗皮利亚地区集结兵力，疑似筹备新一轮攻势。目前第155和第40海军步兵旅已重新部署至顿涅茨克州，第177团也可能随之加入。与此同时，第11空降旅和第76师的部队同样出现在该区域，但其具体作战任务尚未明确。与此同时，俄军在红军村进展不顺后，将目光转向顿涅茨克北部和西维尔斯克。根据 ISW 战争研究所的分析，俄军正酝酿所谓秋季攻势，试图在冬季来临前完成对该地的占领。然而，从6月以来，俄军高调宣称的夏季攻势并未取得实质突破，反倒是乌军不断在红军村方向发起反击，并收复了多块要地，稳定了局势。赫尔松战线也传来捷报，一架乌克兰米格29战机挂载美制 GBU-62 精确制导炸弹，成功命中并摧毁了俄军用于无人机操作的设施。另一边，在托列茨克，俄军也遭遇挫败，他们出动5辆装甲车和40多名士兵，企图偷袭乌克兰阵地。乌克兰第12旅提前察觉动向，在郊区与其展开激战，并用无人机击毁3辆战车，其余2辆在撤退过程中触雷爆炸，俄军最终被迫撤退，未能突破防线。值得注意的是，托列茨克此前正是俄方宣称即将攻下的目标要塞。总体来看，俄军在乌东战场屡次受挫，既未能实现夏季攻势的既定目标，在多个关键区域还失去了主动权。接下来，他们是否会调整方向，选择新的进攻重点，仍有待观察。此外，近期乌克兰不断加大对俄境内关键设施的纵深打击力度，目标包括炼油厂、港口以及工业工厂等。基辅经济学院院长、乌克兰前经济与贸易发展部长季莫菲·米格瓦诺夫9月1日在 X 上表示，乌军无人机近期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和塞兹兰的炼油厂，分别占俄罗斯石油总产量的约 1% 和 3%。此外，乌军还成功打击了位于图拉的阿列克辛斯基化工厂，该厂主要生产弹药、油漆和聚合物。与此同时，莫斯科州巴拉西哈的一家化工厂在8月31日上午发生大规模火灾。据 The New Voice of Ukraine 报道，火灾面积达4000平方米，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然而，由于工厂内堆放大量易燃物品，加上浓烟弥漫，消防工作异常困难，火势已开始蔓延至周边建筑。2025年9月2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287天。最新战况显示，乌克兰军队在多个战线取得显著进展。在别尔哥罗德和库尔斯克地区，乌军继续稳守已占据区域，苏美方向的反击行动也在持续，俄军阵地进一步被压缩。波克罗夫斯克至多布罗皮利亚方向，渗透的俄军被包围并消灭。乌军成功收复新经济城米尔内和马利尼夫卡，并计划向塔布罗夫推进，意图切断突出部，包围更多俄军。第425团重新夺回的新经济城定居点位于 T0504 公路主干线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此外，乌军还动用海马斯火箭炮和无人机摧毁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俄军纵队，7辆装甲车被击毁。扎波罗热方向，乌军成功击退俄军对小托克马奇的进攻，俄军损失2辆坦克、5辆步兵战车和1辆装甲车。第65旅同样阻止了俄军的另一轮机械化进攻，俄方屡攻无果。赫尔松方向，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指挥中心实施空袭，造成重大损失。西维尔斯克方向，俄军动用重巡装备发动大规模进攻，并加大对谢列布良斯克林区的炮击，但乌军成功阻止突破，给俄军造成不小伤亡。莱曼方向，乌军将俄军从里德科杜布阵地赶出，并继续推进。南顿涅茨克方向，
乌军在过去1周向东南推进6公里，收复3至4个村庄。托列茨克方向，乌军第12特种部队旅长矛战队已推进至市区。克里米亚方向，乌克兰国防情报局特种部队在新菲罗波尔附近的禁卫军空军基地摧毁俄军2架米8直升机，同时塞瓦斯托波尔湾内，俄军一艘 Buk 2190型导弹艇被击沉。总体来看，乌军在各战线均展开积极反击，多地夺回战略要地，俄军在部分地区面临较大压力。过去2天，俄罗斯境内接连发生多起大火，不仅莫斯科被浓烟笼罩，南部的罗斯托夫州也燃起熊熊烈焰。与此同时，俄军在拦截乌克兰空袭时再度误击了自家居民楼。据 Astra 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9月1日前后，罗斯托夫州多地发生连环火灾，场面惊人。现场画面显示，火势迅速蔓延，大片森林和部分建筑物被吞噬。公路上的目击者拍下了黑烟升腾的瞬间，天空被染得一片灰暗。目前，俄方尚未正式回应，但外界普遍猜测，这很可能是亲乌克兰游击武装发动的纵火袭击。同时，乌军对罗斯托夫的远程无人机打击也在持续。昨夜，一支无人机编队再次袭来，俄防空系统被迫彻夜开火，但仍能听到多处爆炸和起火声。讽刺的是，在拦截过程中，俄军防空导弹却意外击中了本方的居民楼，造成门窗被炸毁。当地媒体将其解释为无人机残骸坠落，并强调没有人员伤亡。但事实上，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军误击事件屡见不鲜，甚至莫斯科的住宅阳台也曾被自家铠甲防空导弹击中过。回到罗斯托夫，这座俄南部重镇近来几乎隔3差5就遭遇袭击，与克拉斯诺达尔同样频繁。当地的炼油厂、铁路等关键设施屡遭打击，显示出乌克兰无人机行动的效率越来越高。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背后的军工体系也在加速扩张。波兰军工企业达波留比集团近日宣布，将在基辅设厂生产无人机。更早之前，德国已经在乌克兰秘密建立工厂，专门研发人工智慧无人系统。与此同时，德法两国还在联合开发名为朱尔的导弹预警系统，可通过太空侦测与地面雷达结合，实现精准跟踪。可以预见，随着欧洲国家不断向乌克兰输送先进技术与装备，这些系统未来或许会直接出现在俄乌战场上，为战局增添新的不确定性。9月2日，乌克兰无人机和远程导弹再次对俄罗斯本土、克里米亚及关键设施展开打击，几乎成为每天的必修课。在连续打击下，俄罗斯能源与经济体系正逐渐承压，而乌克兰的反攻步伐持续推进。据报道，乌军已摧毁俄罗斯约 23% 的炼油产能，并锁定更多本土目标。总统泽连斯基宣布，新一轮纵深打击已迫在眉睫，兵力与能力完全到位。乌克兰拥有射程达20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1000公里射程的长海王导弹，以及3000公里射程的火烈鸟导弹，足以让俄罗斯付出沉重代价。俄罗斯依赖单一的能源经济，工业、科技、金融及制造业均离不开石油与天然气。一旦这些关键设施遭破坏，经济问题将迅速连锁反应。2025年上半年，俄罗斯油气公司亏损高达7500亿卢布，50%的税收被用于军事开支，预算赤字与通胀问题日益严重。9月1日，俄塔斯社报道称，俄罗斯预算赤字可能超过 GDP 的 1.7%， 实际上可能更高。业内人士指出，俄罗斯经济放缓速度快于预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俄罗斯预算赤字已达到 GDP 的 2.2%， 而乌克兰对炼油厂的猛烈打击仍在继续。军事上，俄罗斯春夏攻势已全面受挫。1至8月，俄军损失至少 29.1万人，却未攻下任何主要城市。苏梅、扎波罗热、波克罗夫斯克、多布罗皮利亚等方向，
俄军不断后撤，战线停滞不前。波克罗夫斯克地区渗透的俄军被包围消灭，乌军夺回新经济城米尔内和马利尼布卡，并准备直插塔布罗夫，切断突出部，包围更多俄军。俄军第155、40海军步兵旅、第11空降旅、第76空降师等部队被紧急调往波克罗夫斯克，但仍无法改变局势。在克里米亚，乌克兰国防情报局特种部队摧毁了新菲罗波尔附近空军基地的2架米8直升机，塞瓦斯托波尔湾内的俄军布克2190型导弹艇也被击沉。赫尔松、莱曼、南顿涅茨克、托列茨克方向，乌军稳步推进，夺回多个战略要地。经济与军事双重打击之下，俄罗斯的后续攻势难以为继。数据显示，8月份俄军进攻速度下降 18%， 发起的袭击行动5027次，远低于前几个月。同时，沙希德无人机的使用量也下降了1/3。俄国内部也不断传出不满。9月1日，俄罗斯军神戈尔吉尔金斯特列尔科夫再次表达对俄军的愤怒。吉尔金直言，俄军实在丢脸，整个夏天在前线毫无突破，花了16个月猛攻恰西夫亚尔，却一无所获。同时，乌克兰允许18至22岁的年轻人出国。如果乌克兰真陷入绝境，他们早就动员16岁的少年入伍了。可现实证明，他们仍然运作良好。他还高度评价乌克兰军队的素质，称其聪明、狡猾、足智多谋、冷酷无情、意志坚定、韧性十足。吉尔金的言论显示，他对俄军的挫败深感愤怒，也从中确认乌克兰军队依然强大。俄罗斯要实现其战略目标，仍面临巨大挑战。匈牙利政府近期的所作所为，让德国越来越不耐烦，也让匈牙利成为欧盟中的异类。欧尔班长期站在俄罗斯一边，公开否决欧盟决策，甚至威胁阻止乌克兰加入欧盟。这种吃饭砸锅的行为，让欧盟内部不满情绪高涨。今年8月12日，欧盟26国发表声明，支持乌克兰，唯独缺少匈牙利。8月29日至30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欧盟外长会议上，匈牙利外长西亚尔多拒绝谴责俄罗斯，并不断抨击欧盟政策，甚至威胁否决乌克兰入盟谈判。欧尔班一边享受欧盟援助资金，一边破坏欧洲统一决策，这种行为严重挑战欧盟底线。德国作为欧盟最大的资金提供国，终于不再忍耐。根据匈牙利媒体透明报道，德国已将匈牙利视为安全威胁，并准备采取强硬措施，冻结430亿欧元欧盟援助资金，并推动暂停匈牙利根据欧盟条约第7条享有的投票权。欧尔班似乎一向自信，认为欧盟无法对他做什么，利用否决权谋取利益。然而，这次面对德国总理默茨的强硬表态，匈牙利可能真的要付出代价。欧盟至少12个成员国正在讨论从一致投票制转向合格多数制，以便绕过匈牙利的阻挠，更快速地推进决策。失去430亿欧元援助资金，失去投票权，甚至被欧盟绕过决策，匈牙利未来的政治与经济格局将面临巨大变动。随着2026年大选临近，欧尔班还能顺利连任吗？欧盟与德国的动作意味着匈牙利的好日子恐怕到头了。观众们不妨关注接下来欧洲决策机制的变化，以及匈牙利如何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压力。2025年8月31日，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专程前往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却在机场上空经历了惊险一幕，整个机场区域的 GPS 疑似遭到干扰，所有电子导航画面瞬间黑屏。机师在上空盘旋1小时后，只能依靠纸质地图手动降落，才安全着陆。机融官员透露，整个机场的 GPS 信号都消失了，这是毋庸置疑的干扰行为。保加利亚航空交通服务局也确认，自2022年俄乌战争以来， GPS 干扰和欺骗 spoofing 攻击事件明显增加，对飞行与地面系统造成巨大挑战。所谓欺骗攻击，是指发送虚假、
GPS 信号，让接收端误判位置；干扰则直接屏蔽导航信号。这些手段过去主要用于军事，现在却越来越多波及平民航班和商船，使飞机在空中如同失明，潜在安全风险极高。东欧国家近年来 GPS 干扰频发，尤其是靠近俄罗斯的波罗的海国家，商用飞机和船只都屡受影响。欧盟各国警告，这种干扰行为可能导致严重空难，必须高度重视。冯德莱恩此行原计划访问保加利亚，与总理热利亚兹科夫会面，并参观军事工厂，讨论如何提升欧盟防御能力及支持乌克兰。所幸专机最终安全降落，返回行程也未再发生意外。但这次事件再次提醒欧洲，在俄乌战争的阴影下，空中安全也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